景甜继司藤后又再度出演民国大女主了，这次还是旗袍，还是熟悉的味道。没错，本期视频要说的就是大甜甜的新剧《流光之城》。目前这部剧在腾讯播出，而且一开播就直接放出了8集，让网友过足了追剧瘾。看着景甜在剧里穿着旗袍各种摇曳生姿，小编只想大喊一声：这个女人民国适配度太高了，任何一件简简单单的旗袍穿到她身上都太好看了。不过虽然有不少观众都是冲着景甜的造型来的，但在看完播出的几集后，还是纷纷发出了不小的吐槽声。这部剧也迎来了口碑热度双翻车，上线5天，豆瓣上就一片差评，网友纷纷表示失望。播放量也不尽如人意，猫眼累计播放量仅有7000万，被开端、今生有你等剧远远甩在身后，甚至不敌吐槽声一片的李易峰新剧《镜双城》，因此被网友戏称《流光之城》已经高呼预警了。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大家看《流光之城》了吗？这部剧真的绝了，再次印证了那句话：旗袍和景甜是绝配。就问看着这样的大甜甜，还有谁能不心动？再加上高傲黑莲花和心机小狼狗的人设，真的太戳人的磕糖点了。所以从这部剧开播前，就有很多观众非常期待。不得不说，30+的景甜在找对戏路后，真的像开了挂，完全颠覆了之前给人不会演戏、木头美人的印象，把腹黑御姐的角色形象深深地打入了观众的记忆里。正如胡歌的李逍遥一样，景甜的司藤也是无人能超越的，连他自己都不行。比如《流光之城》里的冯世珍，无论是性格还是造型都有点梦回司藤，但明显觉得比不上司藤的惊艳。明明都是柳叶眉加旗袍，可总感觉味儿就是不对。然后小编就去看了看导演的作品，发现之前李易峰的麻雀就是他拍的，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咱也不是有偏见啊，就是吧，按照导演以往作品的发挥情况来看，这次的新剧会稍微有点悬。有一说一，小编看前几集的时候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可是越往后看越觉得不对。这剧 bug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而且男主是怎么回事？肢体是新装上的吗？为什么这么僵硬？下面小编就重点列举几个流光之城的槽点。1. 景甜妆造神似司藤，但却没有期待中的惊艳感。流光之城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初的大上海，所以景甜在剧里的造型基本以旗袍为主，观众们不可避免地把这次的角色和司藤做了个比较，然后就发现明明同样是细眉大波浪卷发造型，景甜美还是美的，但流光之城的女主角冯世珍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司藤那么惊艳。在一些怼脸镜头里，可以看到景甜本人的状态远远没有司藤那会儿好，又有了一点悲伤蛙的感觉。再加上违和感满满的泡面搓衣板头，真的让人忍不住想叫：造型老师你怎么了？是睡着了吗？你瞅瞅这头发，整齐僵硬的线条仿佛按照搓衣板1:1还原的假发，就这女人居然敢给女主顶在头上，请问你们是没有审美的吗？就算景甜再美，都经不住这么糟蹋呀！更过分的是，导演放着美的正面不看，老切景甜的背影，这真的合理吗？但小编转念一想，毕竟不是每个导演都是李牧哥，擅长拍美人美景，所以拍不出惊艳全场顾盼生辉的景甜也是能理解的。整体来说，这部《流光之城》堪称景甜的民国时装秀，除了头发做的僵硬了一点，造型上找不到可以吐槽的地方。但冯世珍怎么看都少了几分自然的古典味道，和司藤比起来更是相差甚远，但氛围上的惊艳感非常一般。2. 景甜配音不贴脸，不听声音只看造型的话，景甜的角色无疑是个优雅高傲大姐姐，可一加上声音，感觉立马就变了。比如第1集，女主见妈妈被欺负，所以站出来怒怼泼妇的时候，女主莫名有一种女将军教训街边混混的感觉，这不应该是大家闺秀的嗓音呀，太出戏了。这个配音真的尴尬，浓浓的女将军上战场感，太硬气，不够柔和。不少观众在开场几分钟就感受到不对劲儿，不贴脸，不搭人物，显得女主年龄大了，拉低了这部剧整体的风格。要知道原著里的女主也才25岁，想要体现角色的果敢坚硬，也不用非要用这么硬气的声音吧，至少要考虑一下和演员的适配度吧。听着这样的声音，不仅让人觉得缺少人物温柔优雅的感觉，还总感觉下一秒女主就会提枪给男主一个爆头。
明明之前《大唐荣耀》和司藤已经在配音上交出了满分答卷，搞不懂导演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声音给景甜。3. 许魏洲太拉胯了，这真的不是故意黑他，但凡看过剧的观众，应该都能在男主身上感受到浓浓的违和感。27岁的许魏洲和景甜演绎姐弟恋，在年龄感上是没问题的，但他的颜值和演技严重拖了本剧后腿。首先是颜值上，许魏洲的长相缺少了原著小说中荣家大少爷的贵气与优雅，学生气过重，傲娇人设演成了惹人讨厌的熊孩子。其实许魏洲在一些动态图上完全可以归类到氛围感帅哥这一类，虽然五官不够精致，但是配上气质和眼神也能看出几分帅气。可一旦脱离了这种氛围感，他五官上的缺陷就会非常明显，观众一看到他就被他的厚唇和大鼻子吸引了注意力，实在无法让人产生心动的感觉。其次就是演技，也是很多观众吐槽最厉害的点，因为大家觉得他在剧中总是有种端着架子的感觉，身形不自然的挺拔，脖颈僵硬无比，看得观众都感觉脖子不舒服，影响观感。而且一上来就是我最帅我最牛的老式霸道总裁演法，说实话有点油。不仅如此，他的表情动作还都十分僵硬，全程不是瞪眼就是面无表情，堪比烂剧大女主的演技，真的很难让人产生代入感。尤其是与冯世珍在制衣店那一段戏，荣家尚换上一身新西装，直愣愣地拉开帘子走出来，故作帅气地整理袖口，冯世珍笑着让他转个身看看，荣家尚四肢僵硬的好像一个没设定好程序的 AI 机器人，咱就说这身体是刚借来的吗？怎么转个身都这么不自然，真是让观众笑到打鸣。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他和景甜的 CP 磕起来就有一点点难，甚至很多人在看过剧后转头磕起了金超饰演的腹黑男二孟旭安和景甜饰演的冯世珍。不过目前《流光之城》仅播出12集，也许后续剧情中许魏洲的演技会有所提高，大家可以再观望一下。除了这3个主要的槽点外，还有一些小的细节问题，非常影响观众的追剧体验感。比如这剧的特效真的过于假了，开头展现的大上海有种廉价手游即视感，还有这时有时无的抠图，不仅假还差别对待。明明男主那边还好好的，到了小配角这儿就变成了这样，省经费也不是这么省的吧？特效师听句劝，咱没那本事就别揽这活干了，真的不好看。另外，小编还建议剧组的灯光师、摄影师也可以一起辞退了。这是景甜第1次出场，这是许魏洲的第2次出场，这是男女主角感情升温的一个画面。救命啊！这无敌曝光是要普度众生吗？景甜是活菩萨吗？还自带圣光，观众根本啥都看不见了呀！请问你们这么做考虑过观众的感受吗？剧组就真的头铁，不怕骂是吧？总而言之，《流光之城》目前槽点有点多，很多细节都让观众感到失望，质感不佳。就连女主搞事业的一些高光时刻也着实有点戏了，不够惊险刺激。2位主演不仅景甜的发型与状态都不尽如人意，男主许魏洲的演技更是充满槽点，这样也难免会在口碑上翻车。而且说实话，这部剧无论怎么吹背景、吹事业线，它本质上还是个恋爱剧，让观众上头磕 CP 才是重中之重。但就目前播出情况来看，虽然男女主的 CP 确实好磕，傲娇黑莲花和心机大狼狗的人设戳中了不少人的萌点，但也不少人表示女主和男二的 CP 更好磕。这种双向利用、共同搞事业的霸气黑莲花和斯文腹黑男上司的组合真的太带感了呀！双强 YYDS。不过吐槽归吐槽，目前还是不能给这部剧下定论，毕竟剧播出时间不长，许多情节与人物背景没有展开，也许后续剧情会让观众感到惊喜呢。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部剧好看吗？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